喂，Micky，忙緊啊？係啊，忙緊咩啊？諗緊下個禮拜做咩故仔啊？做咩？請你3樣嘢啊，又易寫又要拍嘅。咁正，抽㗎？抽啊！誒，講啦。我哋今日嚟到深水埗外海仲揾呢一個職，唔睇都唔知，原來除咗屋型職之外，呢個屋苑仲有唔少幾特別嘅開職。今集咪就會透過2個嘅租盤同埋平面圖，同大家睇睇其中3款奇蹟。咁睇完之後，記得留言同埋 CLS 3部曲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噶。咁仲有訂閱埋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旁邊嘅鐘仔搶先睇啦。外海仲位於海壇街，咁屬於市區重建項目，2014年由長實投得發展權。規模都幾大噶，覆蓋3個相鄰地盤，中間有馬路分隔，所以驟眼睇啦，會以為係3個唔相關嘅屋苑。我哋都係靠住基座一式一樣嘅藍綠色宣傳模板同埋貼紙，將佢哋一一相應。其實呢啲本身係鋪位嚟噶，但由2021年屋苑入伙，去到而家3年幾，發展商都係咁樣圍住，未見有鋪頭進駐。外海仲由4座物業組成，合共提供876房，2房係主打，佔咗全盤超過7成半。實用面積就由474尺至到507尺，剩低嘅就係3房套連儲物室間隔，面積就介乎690幾至到780幾尺。呢2款戶型喺各座都可以揾得到。睇返佈局，第一座就位於海壇街比較後嘅位置，桂林街嘅交界。呢個地盤面積係最細，標準樓層1層只有4房。由於住宅樓層打斜咗開，所以絕大部分單位都唔使正望1街之隔嘅第2座。第2座1層有6伙，不過同樣共用2部電梯。呢一座就喺正2年幾都仲未開售，恆地影岸嘅後面。連同隔籬其他樓，部分單位係會被樓景包圍噶。至於第3座同埋第5座就一同坐落喺地盤面積最大嘅地盤 C， 成個範圍去到通州街，挨近住西九龍走廊。見到呢2座嘅開則都特別啲啊，包括出現片頭所講嘅屋型則，喺客廳盡頭設有 V 型窗。其實咁樣嘅設計係有原因噶，為咗緩解西九龍走廊所帶嚟嘅行車噪音，呢2座大部分單位都設有隔音屏。如果唔做 V 型窗，隔音屏好大機會遮咗部分景觀。其實呢一種開則都唔係第一次出現，同係喺2019年入伙嘅維港頌，部分單位都有類似嘅設計。不過維港頌嘅就外連露台。喺外海頌入邊，第3座同埋第5座各有6處呢一款屋型則，都係2房戶型嚟噶。我哋就揾嚟5座一個中高層 H 室參觀，睇睇實際情況係點。其實第3座同埋第5座嘅佈局都係好似，都係1層9伙，共用2部電梯。H 室實用面積505尺，我哋睇嘅係一個租盤，業主原本叫租23,000蚊，不過喺影片出街之前佢已經以21,600蚊租出，位上嚟尺租係大概42個7。一入到嚟會先有條圓彎走廊啦，因為喺我嘅左手邊就已經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位置，所以感覺呢條走廊都唔會話好窄長啊，行幾步已經可以望晒成個嘅客飯廳啦。撇除咗大門打開之後佔據嘅空間，呢條走廊長大概1.91米，闊大概1.1米。咁呢邊就可以擺個鞋櫃喺度啦。因為行前少少啦，呢度就會有幅斜牆啦。所以如果要用盡個成個空間嘅話就要度身訂做就會比較理想啦。呢個開放式廚房都幾大下噶，有呈現 U 字型嘅工作台面啦。其實喺而家嘅新盤嚟講都比較少見。備餐空間自然都唔少，就咁睇亦都有好多櫃。不過打開嚟睇啦，就會發覺有啲櫃係比較淺噶，或者裏邊隱藏咗配電箱同埋抽油煙機等等，所以真正嘅收納空間就唔算好多。業主一手買入之後就一直放租，都保留返原裝設計同埋發展商配備嘅家電，包括法國活斯亞嘅雙門雪櫃、德國西門子嘅微波爐同埋德國 Balcony 嘅洗衣乾衣機等等。見到都仲保養得唔錯噶，簡單清潔一下，放啲家私入嚟就可以入住啦。因為 U 型工作台面嘅關係啦，呢度其實都可以當張吧台嘅，喺度擺2張凳啦，就可以喺度食下輕食啦。但係其實如果想要翻張正常嘅飯台嘅話，喺行前少少呢個位置都可以有足夠嘅空間擺到嘅。其實見到擺張4人嘅餐台啦，依然都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。
呢度闊2.75米，即係大概9尺，咁所以其實客廳嗰一邊擺完梳化同埋電視之後，都仲有位擺咗張茶几仔。呢個客廳闊度每個屋型式嘅單位都係一樣㗎。呢個客飯廳咧就有大概160尺度啊，咁見到都幾大下㗎，而且樓底都幾高，有大概3米，咁所以見到啦業主仲有啲吊燈喺度啦，感覺都唔會話好壓迫。再向前行就嚟到今集專登嚟睇嘅 V 型窗位置，單位位處中高層，望出去都幾開揚㗎，一邊主要俯視深水埗一帶嘅市景，因為前面啲樓普遍都比較矮啊，咁所以其實係望得再遠啲，而另一邊就望大角咀港灣豪庭嘅方向。雖然就話呢一隻 V 型窗能夠擴闊景觀角度，但其實隔音屏喺窗外中間係斜開㗎，會將景觀一分為二，就唔能夠一氣呵成咁望晒成個景。不過講到採光方面就冇咩太大影響，兩邊窗都入到光，所以室內光線都幾充足。另外呢一個設計仲額外為客飯廳增設咗一個3角形空間，都唔細㗎。我自己其實就幾鍾意，一嚟佢冇影響到客廳嘅視正，二嚟只要簡單佈置一下，已經可以變成一個特別嘅小角落。咁睇書、做嘢又或者冥想都得。咁就算聖誕節放一棵聖誕樹喺度，都唔會覺得阻埞啊。如果係你哋，又會擺啲咩呢？兩間房就沿住走廊入去之前，我係先睇埋飯廳對住嘅浴室，係黑廁嚟㗎，面積中等，設浴缸，收納位置就主要集中喺洗面盆上下。咁我啱啱咧就打開啲鏡櫃度望下啦，咁其實呢兩邊咧都可以打開嘅，咁但係佢裏邊咧就唔係一啲層板嚟嘅，咁而係咧2支光管。嗱，呢間咧就係近廳房啦，入到嚟第一眼嘅感覺咧就係佢非常之光猛啦，因為有隻好大嘅窗，差唔多橫跨晒成間房㗎，向東南望深水埗市景。嗱，呢間房咧就大概54尺度啦，咁門咧就會放咗喺中間嘅位置嘅。咁一般諗法啦，都會係將個衣櫃咧就放喺門後邊呢個位啦，嚟去增加翻呢邊嘅空間。咁但係因為個開窗嘅位就喺呢度啊，咁所以其實個衣櫃咧亦都唔可以做到最盡。咁都有另一個佈局㗎，咁就係將床靠窗邊擺，咁房門隔離就放一個細衣櫃。咁但係咁樣嘅擺法就會比起第一個擺位少咗空間放多張細書台啦。最後睇埋主人房，撇除走廊位有大概74尺，唔算好大，已經預留咗一粒位放衣櫃。咁擺完雙人床之後，應該仲可以放多張化妝台。咁呢度望嘅景就同細房一致。咁但係你就話，雖然呢一款開則比較特別，但係因為唔礙於一般家私嘅擺位，咁所以暫時都未遇過租客表示唔中意或者介意㗎。而對比一般市正嘅兩房開則，佢哋嘅出租價都冇好明顯嘅差距。咁普遍尺租啦都係喺大概42蚊至到43蚊上落。正常呢邊嘅成交咧，大概係2萬到2.2蚊左右咯。咁呢個就係個市場價。參觀租盤原本叫租23,000蚊，尺租就大概45個半，不過其後減大概6%，去到21,600蚊租出，尺租就係大概42個7，落入翻去市價範圍之中。咁業主就冇透露到減價原因㗎，咁以佢喺2020年嘅一手買入價大概883萬嚟去計，扣除項目每尺管理費大概5個2，咁即係每月大概2,626蚊嘅管理開支之後，有大概2.5厘嘅回報率，咁低過同類單位大概3.1厘嘅大市水平。咁相對於 V 型窗，代理就話反而單位係咪設梗廚更加受到租客考慮。參考翻近期嘅成交，租金亦都有所反映。咁同樣位處第5座中層，同參觀租盤同向大設緊廚嘅 J 室，喺上個月差唔多時間以23,000蚊租出，單位使用面積484尺，尺租大概47個半，咁兩者係相差大概1成。正常一般家庭客咧就需要梗廚，佢哋就中意個正方形式嘅。咁但係我海眾嚟講，始終佢比較新淨。有啲人客就真係中意開放廚嘅。頭先睇到啦，係好好用嘅。咁而家你嘅新樓開放廚咧，就多數係得兩邊，咁個空間感都好足。咁而其實開放廚嘅人客咧，一般都可能未必係有小朋友，咁所以相對地佢哋接受到。咁睇翻外海眾，大部分兩房都係設開放式廚房，咁只有屬於屋型式嘅3座 J 室、5座 C 室同埋 J 室，咁同埋係方正開則嘅1座 A 至 C 室、3座 F 室同埋5座 F 室呢8處設有緊廚。
仔細睇返平面圖，其實2座 E 室同埋 F 室廚房位置都設於凹位，而且有窗，但係發展商就將佢哋定義為開放式設計。咁係同第2座坐落嘅位置有關。根據規例，用作廚房嘅房間需要有天然嘅照明同埋通風。雖然呢度對出係天井，但係開頭都有講到啦，第2座同影岸係非常之近㗎。中間只係相隔咗一條後巷，相信都未必有足夠條件採光同埋通風，所以先做開放式廚房。我哋都就住呢一款開則揾嚟一個租盤睇睇，嚟自2座極低層 F 室，就面積487尺，而家叫租2萬蚊，位上嚟尺租係大概41蚊。業主要求咧需要預繳1年租金㗎。咁呢度一入到嚟啦，同樣都會有條玄關走廊喺度㗎。不過因為喺我嘅右手邊咧，就已經係一間房㗎啦。加上道門都去到呢一個位置啦，所以就唔係好擺到鞋櫃。咁今日入嚟睇下呢間房先啦。其實同啱啱個單位嘅細房差唔多啦，都係50幾尺嘅。呢度嘅房門係靠牆邊，所以家私擺位都相對大路。靠窗邊放單人床，房門隔離就係衣櫃。呢間房就向西，背望樓景。出返嚟向前行就嚟到開放式廚房嘅位置。呢度的確比較暗啊，但如果真係唔想煮嘢食時候嘅油煙供到出去客飯廳，都係可以加到趟門嘅。呢度就係兩邊工作台面，相對啱啱嘅租盤啦，呢度嘅收納空間會多啲。業主同樣買入咗之後就一直出租，裝修設計同埋家電等都係原裝，不過使用痕跡就明顯啲啦。轉出嚟客飯廳近似長形，有大概140尺，因為開則嘅限制，所以飯台要打橫放先比較好。客廳嗰邊嘅闊度同第一個租盤差唔多，都係約莫9尺。由於出邊俾多棟樓包圍住，加上位處極低層，所以感覺都有啲壓迫㗎，而且室內採光一般。我哋都出去露台睇一睇啦，有大概22尺，行到出嚟會望到自家園林，都叫做有啲綠色景望下啦。景觀就爭咁啲啦，唯獨唔係向住大街會靜啲。呢間咧就會係主人房啦，就比啱啱嗰個大少少，有80幾尺度嘅。見到咧嗰個開則咧就呈現長形啦，都算幾好擺嘢㗎。另外道門都係開咗喺中間嘅，就可以喺後邊咧去擺翻個衣櫃。另外呢邊都仲有唔少位㗎，放多組櫃喺度，又或者擺張長書台或者化妝台都得。呢度比較特別咧，就係會有兩邊窗啊。不過咧開到嘅咧就只有呢一邊啦，另外呢一邊咧就係緊窗。因為呢間睡房同客廳同向，所以呢一隻窗就係對住露台方向嘅。最後睇埋主人房對面嘅浴室啦，其實同第一個租盤嘅格局都係差唔多嘅，不過呢度就係明知有窗通風。業主而家以2萬蚊放租，假設成功以呢一口價租出，喺扣除每月大概2532蚊嘅管理開支之後，實收17400幾蚊。而業主喺2020年嘅一手買入價大概804萬嚟去計，租金回報率有大概2.6厘，一樣低過一般同類單位嘅大市水平。不過睇返同類單位嘅租務成交，1月中嘅時候，同處一個中層單位以19500蚊租出。參觀租盤係極低層，考慮樓層同埋需要年繳等嘅因素，租客或者可以嘗試議價，睇下有冇減租嘅空間。睇返外海仲整體嘅放租情況，參考我哋28 House 網站，而家有20幾個嘅租盤，以2房為主，叫租由19000蚊至到25000蚊，而3房暫時就只有一間736尺嘅租盤，叫租33000蚊。代理就話屋苑向來都好少3房租盤，所以通常一有盤嘅時候都會好快租出。你租得3房，大部分你有小朋友，咁可能你1至2個小朋友啦，咁又要就小朋友返學，又要就自己返工，所以佢流動性係冇咁大嘅。尺租你預大概圍返係45蚊左右咯。如果你講緊奧運站尺租咧，就大概圍翻55蚊左右嘅。匯璽嗰邊咧，佢哋就地鐵站上蓋啦，咁所以個租金咧就圍翻大概60到65蚊左右啦。因為呢度租金比較平啲，45蚊1尺左右啦，咁所以就相對有吸引力。咁亦都同埋佢哋係比較新淨。其實當初我就係俾3房開則吸引住，先諗住介紹外海頌嘅啫。可惜事與願違，拍唔到。講緊嘅就係3座 B 室呢一處，就面積介乎785至到786尺，係屋苑最大嘅單位嚟㗎。我見到網上就有啲討論啦，話佢係天與地積啊。
因為要由客飯廳去睡房，就需要經過超過4米長嘅走廊，而且浴室咧就喺大門嘅隔離。如果瞓下人有3急啦，就要經過長走廊，再穿過客飯廳先去到，都咪話唔緊張啊！其實呢個則都仲有好多特別位㗎，例如廳中間同埋走廊嘅轉角位用上玻璃牆設計，但係望出去咧睇嘅就係冷氣機平台，而唔係啲咩靚景。另外去到主人房，同樣要經過一段走廊先去到套廁，但係睇真啲，洗手盆係喺套廁出邊，難道係方便男女戶主分開梳洗嘅悉心安排？其實同座嘅 A 室同埋第5座嘅 A、B 室都係類似咁樣嘅天雨地積，但係開則相對就正路好多啦。入睡房嘅走廊冇咁長，浴室亦都放翻喺睡房嘅一邊等等。但係如果都係想揀翻一般長形市正嘅3房，喺第1座同第2座就會揾到。睇完啲奇蹟啦，我哋就轉睇下屋苑嘅配套。外海頌各座都設有會所，劃分唔同嘅區域，合共提供大概40項嘅康體設施。由於第3座同埋第5座所在嘅地盤最大，所以見到戶外泳池同埋健身室等等都喺呢一邊。仲有住客停車場㗎，不過就只有36個嘅私家車車位，平均每24戶爭1個車位啊，供應都幾唔夠。代理就話而家車位月租大概係5000蚊。如果唔揸車，呢度始終係舊區，出入都尚算方便。附近嘅街都有多條巴士同埋小巴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。住客亦都可以行大概6至到8分鐘去深水埗站，又或者行大概10分鐘去南昌站嚟搭港鐵嘅。不過沿路就冇瓦遮頭，要日曬雨淋。而行去深水埗站嘅一段路啦，都比較多人。原本根據市建局嘅說法，係希望外海頌嘅基座商鋪能夠令到內街環境有所轉變。但係大家開頭都見到啦，都仲未有鋪頭進駐㗎。附近依舊以一啲車房、電器鋪同埋五金鋪等為主，所以人流亦都唔多，依然係比較靜。但如果買嘢食嘢嘅話，就要行返出去北河街、荔枝角道一帶，會有唔少食肆、民生小店同埋街市等等。商場嘅話，附近就有西九龍中心或者行去南昌站嗰邊嘅 WeWalk。今日睇嘅租盤啦，雖然其中一個開則就唔係咁規則啊，但係見到咧都冇影響到佢嘅實用性㗎。大家先上嚟啦，都係容易嘅。大家又點睇咧？不妨喺下面咧留言傾下㗎，都可以獲得咖啡禮券㗎。而如果大家都知道有一啲屋苑係有特別開則嘅話，都可以話埋俾我哋知嘅。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